鸡娃成了新的网络用语，特指那些为了能让孩子读好书、考出好成绩的父母，给孩子疯狂报班、安排课余作业等打鸡血的行为。近年来，几乎整个中国的教育领域都进入一种鸡娃的状态，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孩子教育问题上花费大量的成本，给孩子报兴趣班和辅导班，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。然而2021年东方神童魏永康的离世，引起了众多家长朋友们的思考，无休止的鸡娃到底鸡的是谁呢？今天我们就从魏永康这位神童的一生中来寻找鸡娃的真实意义。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这是每个家长共同的夙愿。魏永康的母亲曾雪梅自然有这样的想法，尤其是在她丈夫瘫痪后，更是坚定了这样的想法。曾雪梅的丈夫魏炳南曾是一名军人，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不幸负伤，一直瘫痪在床，因此养家的担子便落在了曾雪梅的身上。直到1983年，儿子的出生才给这个家里带来了希望。父亲魏炳南十分开心，也许是自己感受过疾病和瘫痪带来的痛苦，他希望儿子只要能够平安健康长大就好，于是给儿子取名叫魏永康。然而父亲没有期待，并不代表母亲也没有。比起魏炳南希望儿子健康的愿望，曾雪梅则希望儿子能读好书，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。因为她自己从小就有这个愿望，既然在自己身上实现不了，那说不定在儿子身上能实现呢。也是从这个想法诞生时起，曾雪梅就给儿子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人生计划。孩子1岁时，曾雪梅就教他识字写字，还时常教他背诵唐诗。虽然那时的魏永康并不会说话，也不明白母亲的意思，但长期的耳濡目染下来，他也逐渐显露了天资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曾雪梅带着儿子去公司，同事打趣地询问道：“听说康康认字了，能展示一下吗？”随后就看到连路都还没走稳的魏永康蹲在地上，用小手拿着笔写了一个歪七扭八的人字。虽说这个字写得有些勉强，但1岁多就能会简单的控笔，还是有不少同事都被魏永康的聪明劲儿所折服。听着同事们对儿子的夸赞，曾雪梅是一脸的自豪。于是回到家后，便又加强了对儿子的训练，而儿子魏永康也没让他失望，靠着天赋异禀的记忆力，2岁时就认识上千个字，甚至还会写一些卷胆的日记。看儿子有着如此傲人的天资，曾雪梅就更坚定了要把儿子培养成神童的想法。在他的努力下，魏永康4岁就学完了小学课程。到了6岁，只上过小学2年级和6年级的魏永康被当地一所重点中学破格录取，开始学习初中文化知识。一时间，魏永康神童的名号四处传开，而他也成为家长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。在他人一声声的夸赞中，曾雪梅也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得到了肯定，开始四处跟人介绍自己的教育经验。此时，所有人都被魏永康的神童天赋以及曾雪梅的教育经验所吸引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在神童的光环下，魏永康只是一名8岁的孩子。由于年龄小，魏永康经常在课堂上走动，但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却能够对答如流，所以经常有老师说他是最不老实的好学生。1993年，魏永康参加了华容一中高中部的择优考试，再一次用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天赋异禀。年仅10岁的他成功考入高中部，成为学校里接连跳级的优等生。1994年，为了能更好地培养儿子魏永康，曾雪梅辞去了稳定的工作，开始在家专职做儿子的陪读。在他的观念里，除了学习成绩，其他都不是事儿，生活中的事情全部都由他帮魏永康打理好，大到洗衣做饭，小到挤牙膏剪指甲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别让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耽误你的学习时间。在学习方面，曾雪梅上学时就总结了一套学习方法，遇到一些需要记忆的内容，就会把它写到墙壁上，这样平日里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。也会把一些想法和感悟编成打油诗写下来。受母亲的影响，魏永康平日里也会把自己记不住的公式和单词写到床边的墙上，并经常提醒自己睡觉之前看此墙。在母亲的督促下，魏永康高中3年相继参加了奥林匹克竞赛、全国数学竞赛等，拿到的证书和奖状贴满了半边墙。13岁时，魏永康不负母亲的期望，考上了湘潭大学物理系，成为湖南省最小的大学生。学校得知他年龄较小，自理能力有些欠缺，便特意给这对母子俩安排了宿舍，并且给曾雪梅安排了一份勤杂工的工作，方便他照顾魏永康。其实魏永康本可以复读1年，一来可以巩固知识，稳扎稳打，毕竟他年纪太小，思想都还没完全成熟。可曾雪梅却觉得神童儿子的学习进度一刻都耽误不得。
好在上了大学后，魏永康在母亲的照顾下，学习成绩依然名列前茅，各种奖学金和奖状拿到手软。17岁这年，他考入中科院，神童的名号响彻云霄，媒体也是争相报道，并赋予他东方神童的称号。只是这17年里，魏永康没有任何朋友，很多学习之外的事情也没有处理能力。对此，母亲曾雪梅却不觉得有什么，殊不知他这种鸡娃的方式已经为魏永康的成长埋下了祸根。2000年，17岁的魏永康第一次离开母亲，独自一人来到中科院学习。起初，曾雪梅原本的想法是跟儿子一起来到学校报到，像在湘潭大学一样给儿子当陪读，可中科院这边拒绝了他的请求，这点曾雪梅显然始料未及。而这些年，在曾雪梅的教导下，魏永康不仅不会洗衣服，甚至缺少生活常识。在中科院学习的3年里，魏永康的脏衣服、袜子堆积成山，整天衣衫不整地穿梭在校园里，甚至还有同学曾遇到，在冬天他穿着短衣短裤在雪地里跑步，夏天里顶着将近40度的天气，穿着厚衣服热得满头都是汗，天冷加衣，天热减衣，这种基本生活常识，魏永康是真的不在乎，还是根本就不知道呢？而他的专业课老师更是透露，私下里他依旧保持着原先的学习方法，整天埋头苦读，不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导致连毕业论文这种重要的事情都不知道。无奈之下，学校只能将其劝退，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，自理能力太差。神童儿子收到退学通知，曾雪梅是怎么也想不通，她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，反而以为是魏永康学习不用功导致的。曾雪梅的付出和失控也是能理解的，儿子曾被自己培养的那么好，一路顺风顺水，左邻右舍也都想知道他的育儿经验。他原本还打算出一本关于如何教育儿子的育儿经，都已经写了3-4万字了，准备等到魏永康毕业后和他的毕业论文一起发表，没想到现竟落了个退学的结局，这搁谁都有些难以接受。觉得脸上无光的曾雪梅还交代魏永康这些天都不要出门，省得周围的邻居碰到后问起学业的事，他们没脸说。然而纸包不住火的，尤其是像魏永康这种神童被退学的消息，又怎么可能藏得住？当曾雪梅领着退学的魏永康回到湖南老家后，退学的事情已经在当地传开了，媒体记者们争相的报道和采访，在曾雪梅的伤口上继续撒盐，直到控制不住怒火的曾雪梅对着一旁的儿子怒吼道：这么多年我的辛苦都白费了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自从收到退学的通知，魏永康也一直觉得很难过，毕竟学习曾经可是自己最拿手的事，他也不知道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境地。母亲的谩骂让魏永康感到无比委屈，气愤不已的他跟曾雪梅吵了一架，情绪激动下，曾雪梅还动手打了他一巴掌，这一巴掌彻底激起了魏永康迟来的叛逆，他开始利用离家出走来惩罚父母。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一共是39天，他游遍了16个国家，最后还是因为身上的钱丢光了，被警察送回家里。自从被中科院退学后，曾雪梅便再也没有心情去管理儿子，也逐渐对儿子的人生放手了。没有了母亲在身后的束缚，魏永康逐渐开始了成长，但他迈入社会大学的第一步还是从求职开始的。2005年，上海航天研究所看中了魏永康的成绩，并向他抛来了橄榄枝。这一次，魏永康毅然决然脱离了母亲的照顾，独自一人来到了上海生活。与之前读研的生活不同，这一回他把自己照顾得像模像样。工作上，他也强迫自己放下神童的面子，学着与同事们接触。在同事们的帮助下，魏永康也变得开朗阳光。比起此前死气沉沉只知道读书的神童，如今的他更像一位活人。工作期间，魏永康与同事富弼相识相恋，2008年两人携手步入了婚礼的殿堂，定居深圳。2010年，他们拥有了一儿一女，组成了幸福美满的4口之家。此刻的魏永康已经脱离了神童的光环，只是一位普通的丈夫和父亲。儿子女儿的出生也让他有了许多感慨。他对于2个孩子的教育实行快乐原则，希望孩子在短暂的童年和青春里能感受到应有的幸福与美好。可这份难得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。2009年，魏永康的父亲因病去世，母亲曾雪梅也失去了听力，视力也随之下降了许多。为了能够床前尽孝，魏永康和富弼商量过后，便把母亲接到深圳，与他们住到了一起。看着乖巧懂事的孙子孙女，本来已经许久没有动过神童想法的曾雪梅，再度
度把神童的希望寄托到了孙辈身上。私下里，他开始注意孙子孙女的一言一行。每当孙辈做出的事情达不到他的预期，或者没有专心学习时，他就会说出类似“你爸爸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都懂了”之类的话。一次两次还好，次数多了，孩子也没有了耐心。一旁的儿媳富弼也会出声阻止曾雪梅的教导。为此，曾雪梅还曾跟儿媳商量，说她来教导孙辈文化知识，富弼来教导孙辈生活常识，这样文化生活两手抓，肯定不会再重蹈覆辙。富弼并没有计划把儿子女儿培养成天才，果断拒绝了婆婆的提议。无奈之下，曾雪梅就想找儿子魏永康商量，但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因为自己淋过雨，所以总想替别人撑把伞。魏永康明白母亲是为自己和孙辈好，但从神童到平庸的坠落，让他认清了现实生活。他并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跟自己一样，成年之后才补上社会大学这一课。离开了母亲的控制，本以为魏永康会有着光明的未来，可谁知道富弼的一篇讣告打破了网友们的幻想。2021年11月17日，富弼在天涯论坛上发布了魏永康去世的消息。原来11月9日，魏永康去吉林出差期间入住了当地的宾馆后突发疾病，被服务员发现送医后抢救无效，最终离世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。据说魏永康当时住的宾馆只有25块8一晚，丝毫不符合他神童的学历和身份。可谁又想到，在神童的光环下，他也只是一位为了柴米油盐奔走的普通人。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重生的机会，或许他宁愿从未做过神童。然而面对儿子魏永康的离世，母亲曾雪梅却依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甚至面对媒体的采访，她还曾用书面形式回应道，自己对于儿子神童的教育并没有任何遗憾，还觉得自己并没有包办魏永康的一切，他只是像其他父母一样给儿子做些好吃的，希望他能吃好一些。而他陪读，他也只是担心儿子年幼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与其说他是陪读，不如说他是监督。从一边打工挣钱养家，一边照顾家里瘫痪的丈夫，到辞职全心全意做儿子的陪读，照顾他的衣食起居，曾雪梅含辛茹苦几十年，将儿子从小县城送到大城市读书。他对儿子的爱，我们没有办法评价对与错，但他的教育方式却是值得我们深思。鸡娃到底鸡的是谁？或许从魏永康的神童的一生中，我们已经看出了答案。2岁识得签字，13岁上大学，17岁进入中科院，这神童的一生或许从来都不是魏永康想要的生活。在他顶着10岁的年纪考入高中部时，很多同龄的孩子都想找他一起玩时，魏永康的内心或许很想跟他们一起交流玩耍吧，但还没等他回应，这些同龄的孩子就被曾雪梅打发走了。事后曾雪梅还会教育他说，现在不是你交朋友的时候，他们只会拖累你，你只管好好学习就好。至此，在魏永康的世界里，曾雪梅就替他斩断了所有童年里本该拥有的一切快乐，只给他留下单一枯燥的学习生活。与其说这种教育方式是在激励魏永康成才，不如说这是在给望子成龙的曾雪梅打鸡血，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控制自己儿子的人生。那么为何会有曾雪梅这样的家长鸡娃呢？其实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精英思想作祟，让中国家长把鸡娃的教育发挥到极致。当下的中国家长都是被施教者，他们往往相信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承，更是梦想与希望的接力。然而他们却忽略了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，他们有着自己的兴趣、天赋和人生道路。在孩子的成长旅程中，学习成绩固然重要，但他们并非全部。那些纯真的欢笑、无忧无虑的时光，以及那些无法复刻的瞬间，都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珍宝。谁都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站在人生巅峰，眺望更广阔的世界。可我们也不应忽视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，有时候学着接受孩子的平庸，也能让孩子在平凡中绽放出最不平凡的光彩。与其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不如望子成人，即成为健康、快乐、善良、正直的人。